大家好，我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杨江善。我在修缮这个陈旭年故居是扮演了那个建筑修复师的角色。这栋房子是陈旭年早期南来到新加坡的一个潮州商人，他到后来到了柔佛去发迹。大概在1875年左右，他回到新加坡，就开始购买这个地皮，建造这个陈旭年的资政地。这栋房子呢是在1885年到1890年代竣工的。而这个所谓的潮州建筑跟那个我们一般所认识的福建建筑有所不一样。福建建筑有大红为主的屋檐、屋脊和屋瓦，而这个潮州建筑呢，屋瓦呢主要是灰色的。我身处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叫做凹度门。这凹度门主要看什么？柱子跟梁之间的关系。这柱子往上看呢，这个梁是以大写英文大写的 T 字为主。这个是潮州匠师非常喜欢做的处理手法。这大写这个梁呢，我们把它称作为鸡手，木鸡的鸡手。如果这道鸡手呢，我们来看这个是以龙头鸡手为主，这个做了一个龙头的一个造型。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呢，这堵呢类似灰色的结构都是以灰塑的，灰塑就是石灰跟那个沙混合起来再塑造的一个造型。一般来讲说，潮州匠师非常喜欢呢，就是来把那个木结构跟灰塑结合在一起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再看这个门框，门框也是非常潮州的一个做法。潮州师傅虽然很喜欢以很实用性的角度来设计这个门框，这个门框做成一个花瓶的一个造型。以白天的话，早上清晨业主呢会供神把那香插在一个花瓶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称之为插香孔。一踏入这个门厅，第一眼所看到的就是这扇隔扇门。这道门呢，一般来讲是不会打开的，它是以作为阻挡人们的视线，避免客人呢直接看到那个正厅。这道门呢，只要有在3个不同的情况才会打开。第一个情况是家里家人呢有喜事，好像办婚宴啊，就新人的话就会从这个大门迈入到正厅。第二是因为家里有白事，那个家里的有人过世之后，那个棺材是从这个正门这个隔扇门这边被抬出去的。然后第3个情况呢是非常非常少有的，就是皇帝到访。我们从门楼站出来之后，这个就抵达了那个天井。天井是客人从门楼步入正厅之前的一个空间。从这边呢，我们左右两边呢，连廊上面呢就很漂亮的嵌瓷。嵌瓷是潮州人对于这种传统工艺的那个称呼。非常漂亮的很多匹马，那个马匹呢也有不同的造型。资政地也有一个做法叫做斗工，斗工也称为对场座。什么是对场座呢？对场座是以建筑的中轴线为主，分为左右两侧，以不同的匠师来做一个对比赛，来看左边右边的工艺谁最佳。我们看到这门楼上面的屋脊嵌瓷。都有很漂亮的那个凤凰，左边的凤凰跟右边的凤凰的姿态、造型、比例完全不一样，甚至呢，在右边的凤凰呢，它的比例已超出那个屋脊的那个形式了。在我这个位置叫布口廊，布口廊我身后呢就有很漂亮的狮子，木雕狮子。这木雕狮子呢是雕以潮州狮为主。什么是潮州狮？我常常说，连狮子都有那个籍贯的。潮州狮的造型呢，是它的头非常大，头的体量呢以身体的50%为主，所以头非常大。而且潮州狮的额头非常高，好像我是潮州人吧，可能我的额头也非常高，我的头发也比较少。就是你看那个潮州狮的额头非常大，而且额头非常凸，这个所谓潮州狮的造型。我们一步入到正厅之后，第一眼所看到的就是哥德式的那个拱窗。为什么有哥德式拱窗呢？一般人就觉得说哥德式的拱窗呢，跟
潮州建筑格格不入。这个是跟那个资政地的一段历史有渊源的。在陈序年之后呢，这栋建筑曾经是圣玛丽孤儿院以及那个救世军总部所拥有的一个产业。然后圣玛丽孤儿院呢，跟救世军总部都是那个基督教的一个组织，他们在这个大厅曾经利用成一个做基督礼拜的一个地方，才有了这2个哥德式的拱窗。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厅呢，又步入到这个后墙的这个地方，所以离后墙大概1米的位置呢，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我是陈序年的话，从这个地点呢，我们就要就站起来看，往天井那个地方看，我们会看到以那个门楼跟那个正厅的屋檐跟屋脊之间，都可以看到一个天井线。这个天井线呢，我们在建筑学里面称之为过白。什么是过白呢？主要是允许日照能照入到大厅最深的地方。在这个资政地的那个建筑格局里面呢，它这个安金的手法也非常特别的。这个安金都以24K 足金金箔来安，但是我们注意看到它的金箔呢，比我们金的那个亮度会稍微比较暗。这个是因为经过了一个工序的手法，在金箔上面呢还加了一层重胶，有一个说法叫藏金不露。我是有能力来用到那个很多黄金，但是我要含蓄一点，要一个书香世家的一个说法，所以不要太显眼。我们接下来的地方就是火巷。火巷在潮州建筑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除了通风、日照之外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是，万一有火患的话，避免那个火患从重错传到那个主体建筑为主，所以称作火巷。在有些人就把这个火巷也称作花巷，是因为在潮州话里面，花跟火的音是非常接近，是坏跟坏。在这火巷这个墙这个地方呢，就有非常漂亮的那个造型。这棵树是梧桐树。这个梧桐树其实是排水管，那水管呢嵌在墙身大概1半的深度，其他的另一半呢就凸出来以这个树桐的这个造型来塑造。这个火巷呢是连贯那个建筑的前方，直通到建筑的尾端，但是在中间的位置呢，这有一道门。这道门呢是所谓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二门。我们华语呢有一道谚语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道门呢是控制后方家眷所居住的一个空间，跟前方客人能到达的一个空间范围。后天井是家眷所谓活动的空间。我们站到这个地方就看到那个房子的那屋脊的装饰又不一样了。我们在前天井的时候的屋脊装饰以嵌瓷为主，我们这里看这里的那个屋脊的装饰都以灰塑淡墨为主。为什么以灰塑淡墨为主呢？灰塑淡墨也跟嵌瓷的造价有所不一样，会比嵌瓷便宜一点点，有一个比较文雅的气息。而这个是家眷所居住的地方，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资金来装饰那个屋脊。我们在这短暂时间为大家介绍了潮州建筑的潮州木雕、潮州嵌瓷跟潮州安金的做法，希望大家有机会能亲自莅临资政地，目睹新加坡现存最后一栋潮州大厝的美。